99%的人不知道，去年1年，光是由于名字被悄悄篡改，就让某些国家在半个月内直接蒸发了数亿美金的贸易额。大家好，我是知白。想象一下，你揣着护照出国，结果在机场被告知，对不起，你的护照不仅无效，甚至连被盖个拒签章的资格都没有。这种近乎人间蒸发的国际羞辱，就在去年真实上演了。但更反直觉的是，台湾的反击既没有发导弹，也没有搞叫嚣，而是用一组神秘的龙虾数据和一个消失了20年的地名，直接把对方勒得喘不过气。这一次，全世界都看走眼。咱们先来拆解第一场冲突，古巴的哈瓦那机场。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入境纠纷？错，这是精心策划的外交绞杀。去年，大批台湾旅客在落地古巴的那一刻，面对的是一种极其荒诞的待遇。移民官既不收你的签证，也不听你的解释，只有一句话：你的护照不被承认，连拒绝的理由都懒得写在纸上。这种操作在国际法理上叫做非人化处理，说白了就是要把你存在的痕迹彻底抹除。你想象一下，那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古巴为什么敢这么狂？别眨眼，看这组数据。根据古巴外交部2024年的报告，他们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突破了180亿美元。对古巴这种穷的只剩下雪茄和龙虾的国家来说，这180亿就是续命的强心针。对比之下，他们看台湾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没油水的穷亲戚。这种看菜下饭的外交策略，让古巴觉得，反正我从台湾身上赚不到钱，那我就拿你的尊严去换取那180亿更稳固的利益。这本质上是一场冷血的性价比买卖。古巴的算盘拨得啪嗒响，但他们漏算了一个最关键的变量。现代经济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错综复杂的神经网络。他们以为台湾只是个小岛，却不知道台湾手里捏着的正是古巴最紧缺的硬通货出口权。这种信息差导致古巴在机场关上大门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同时也关上了自家国库的保险柜。换作是你会想到一只龙虾能掀翻一艘外交巨轮吗？接下来的剧情反转绝对会让你意识到什么叫高端的猎人往往以毒物的形式出现。如果说古巴是明晃晃的打劫，那韩国去年的操作就是标准的职场霸凌。去年韩国上线了新版电子入境卡系统，对外宣称是科技升级，实则是在后台玩起了身份潜规则。当你点开国籍那一栏，你会发现台湾这个选项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取而代之的是被强制塞进子目录的中国台湾。这种做法比直接拒绝入境更恶心，因为它是在利用你必须出行的刚需，强迫你完成一次自尊的自我阉割。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爆的速度比首尔的出血还快，24小时内500万讨论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不只是个技术问题，这是在点火。很多台湾年轻人去韩国是为了追星，为了购物，是去贡献 GDP 的，结果还没落地就被系统捅了一刀。韩国官方回应说这是国际惯例，咱们直接戳穿他的谎言。全球137个国家都能给台湾独立选项，凭什么你韩国不行？说白了，韩国就是想一边赚着台湾人的钱，一边在政治上卖个乖，这叫双重收割。在他们的逻辑里，台湾每年贡献的120万游客和30亿美金旅游收入是台湾人求着要去。他们觉得既然你爱看韩剧，爱买化妆品，那你肯定能忍受这点小瑕疵。这种心态就像一个仗着自己漂亮的渣男，觉得对方离不开自己，所以可以肆意践踏对方的底线。但他忘了，在现在的全球格局下，台湾游客手里的钞票是有脚的，而台湾产业界手里的技术更是韩国企业的命门。面对这两场围剿，台湾官方的反应诡异的让人不安，没有那种哭天喊地的抗议，没有在电视上破口大骂，外交部只是冷冷地发了一句暂缓去古巴。对于韩国，只是回了一句持续交涉。这种极其克制的低调，让很多国际观察家都以为台湾缩了。但这就是高阶博弈的精髓，在对方觉得你最弱的时候，悄悄切断对方的血管。几周后，当古巴的龙虾在港口发臭，当韩国的财阀开始心慌，大家才看懂这招无声反击到底有多狠。别眨眼，咱们来看第一波反击的具体战果。古巴最引以为傲的出口支柱龙虾，在台湾市场遭遇了金融截瘫。去年2季度进口额直接从1.2亿美金暴跌到2800万，这可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动，这意味着古巴成千上万的渔民瞬间失去了生计。你想象一下，原本满心欢喜等着收外汇的古巴官员，看到账本的那一刻，血压得升高到多少？他们原本以为拒绝几个游客不痛不痒，结果发现自己最核心的外汇奶牛被直接杀掉了。最妙的是，台湾政府根本没有下达任何正式制裁令，这叫不教而杀。台湾的餐饮业和进口商闻到了风向，直接转头去签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订单。这就是成熟经济体的肌肉记忆，当你让我感到不安全，市场会自发把你剔除。古巴龙虾在台湾的市场占有率从27%跌到几乎看不见，这种市场自发性替代是不可逆的。古巴政府试图找其他亚洲国家接盘，
但由于冷链和品质要求极高，根本没人能接下这笔几十万吨的烂摊子。再看韩国这边，台湾的回击更具有黑色幽默，你想改我的名字，那我也改你的。一个消失了20多年的地名汉城，突然成了全台湾搜索热度最高的词。时评的一句话戳中了核心，你不尊重我的名字，我为什么要配合你改叫首尔？这招地名复辟直接击中了韩国人最敏感的民族自尊心。1995年，韩国费尽心机想让全世界忘掉汉城这个充满中国色彩的名字，结果现在台湾民众正打算让这个名字在教科书和媒体上全面复活。如果地名只是舆论战，那半导体设备的变动就是韩国的灭顶之灾。去年台湾对韩半导体设备出口跌了 15.6%。你要知道，三星和海力士的工厂里将近一半的精密设备离不开台湾的供应链，这不是台湾不卖了，而是合作意愿下降。原本要签的合作项目，台湾企业转身跟美国人谈去了。这种软断供让韩国财阀如坐针毡，你拿入境卡系统恶心我，我拿你的生产线命门开玩笑。这笔账韩国人算得心惊肉跳。这两起事件标志着台湾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祈求式尊重转向实力对等。以前台湾总觉得要维持和谐，哪怕受了气也得笑脸相迎，但现在台湾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国际政治的丛林里，礼貌是给强者的，而顺从只会换来更多的凌辱。这种思维的转变，就像一个一直被霸凌的学生突然练就了一身格斗术，并且精准地踢中了对方的软肋。这种反击不一定要声势浩大，但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疼。很多人对台湾的实力有误解，觉得它只是个2300万人的小岛，但你看看数据 ，GDP 排名全球第19，人均3.4万美金，这在欧洲都是顶尖水平，更别提那是掌握着全球命脉的龟顿。你古巴的经济体量在台湾面前就像个零头，你韩国虽然大，但在高精尖领域你是台湾的下游。这种实力上的不对等，决定了台湾一旦决定反击，其释放的能量根本不是这些国家能够承受的。这种经济强权的底气，才是尊严的唯一保镖。咱们必须提到台积电，它是全球3纳米芯片唯一的绝对统治者，市占率95%。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生存权的问题。苹果、高通、英伟达这些巨头的根都在台湾。当台湾的社会情绪因为尊严受损而转向时，这种情绪会迅速渗透进整条供应链。韩国企业担心的不是买不到设备，而是担心失去与台湾这种顶级科技生态圈的深度协同。一旦被踢出这个圈子，韩国的科技霸权会在5年内迅速瓦解。台湾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不搞那种泼妇骂街式的外交破裂，它的反制始终保持在非对抗性框架内。你没理由指责我，因为我没制裁你，只是我的人不爱去你那玩了，我的商家不爱买你的龙虾了。这种反制方式最难应对，因为它是散发在民间和市场里的，对方连个抗议的目标都找不到。这种高级感的反击，不仅维护了尊严，还赢得了国际观察家的认可，觉得台湾处理的极具分寸感和智慧。这件事之后，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定位开始发生重新对表。以前大家觉得台湾是可以随意牺牲的棋子，现在发现这颗棋子不仅带刺，还能咬人。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美日等国超过60%民众认为应该尊重台湾。这种民间好感度的提升，是台湾用一次次理性的反击换来的。德国、法国这些老牌大国去年加大了对台投资，这背后传递出一个信号：跟台湾合作不仅能赚钱，还能学到如何在复杂局势中保持尊严。有人会问，为了一个名字、一个入境标签搞这么多事儿，值吗？直白告诉你，太值了。因为尊严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信用，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你允许别人在系统里随意涂抹你的名字，明天他们就敢在合同里随意扣除你的利润。台湾护照持有人不是某国的附属品，他们是独立的经济和政治主体。如果这种底线被突破，那么台湾这几十年积累的民主红利和经济成果，都会在国际政治的口水中被逐渐稀释。现在结局如何？古巴已经悄悄开了后门，允许台湾旅客绕道入境，并且哭着喊着想把龙虾卖回来。韩国更是在系统里偷偷增加了选项。这些转变证明了一点：尊重从来不是白送的，是打出来的。那些曾经傲慢的国家，在现实的经济耳光面前，学会了如何优雅地调整自己的惯例。这场博弈，台湾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却在全世界面前完成了一次最华丽的自尊防卫战。最后，志白想问问各位，如果你是古巴的决策者，看到那万失业的渔民，你会后悔当初在机场那次傲慢的驱逐吗？国际关系从不是简单的政治战队，它是一场关乎生存、利益与尊严的超级算法。台湾的这次绝地反击，
给所有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和地区上了一课。只要你有不可替代的硬实力，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如果你想看更多这种爽快且深度的财经博弈，别忘了点赞订阅。下一期我会带你看看台湾是如何利用芯片外交，让那些想在背后捅刀子的强权国家不得不乖乖坐在谈判桌前的。咱们下期再见。